哈哈霸霸遊世博，係時候要回顧一下我哋嘅大阪世博之旅啦。好啊，我預備咗啲影片同體驗一齊分享下。點解啲人着咁多衫嘅？嗰陣係5月份啊嘛，而家天氣又唔同咗咯。咁你覺得好唔好玩，值唔值得去呢？響嗰度每一個國家都咁和平友好，好難得㗎。加上可以增廣見聞，梗係超值啦。仲有啊，我覺得今年世博嘅木造建築同場館建築都特別值得欣賞喎。到咗夜晚，氣氛又唔同咗喎。係啊，喺燈光之下，呢個木造大圓圈、大屋根，景色就更加迷人啦。哇！呢個根林機動戰士好吸引喎。如果你嚟世博嘅目的係想嚟呢個根林館嘅話咧，咁你一定要預約同埋要擺喺第一位啊！如果唔係入唔到，咪好失望咯。一早知道就發達啦！有少部分嘅場館都好似根林館咁，為咗有效控制人流，採取咗完全預約制度。唔俾即場排隊㗎。哇！呢個館係日本大師嘅傑作嚟喎，外形超迷幻啊！弊在連排隊都冇份啊！大家要見到咧，呢一個咧 healthcare 館咧，就有好多嘢喺度擺咗啲應該係嗰啲綠色嘅嘢啦嚇，啲 green 嘅嘢啦。但係佢以為冇乜人排隊喎，其實唔係嘅，呢個係完全預約制。你即係冇預約咧，就唔使諗啦咁樣咯嚇。咁但係你又抽唔到喎，咁所以基本上咧就好奇怪啦。俾你講中咗啊！真係好難抽中㗎。初以為5個選擇咁多，咪求其揀咯。原來啊，其實就好似升中派位咁，你要將最心儀嘅館咧放喺第一位，再保險啲咧揀埋一啲冷門啲嘅時間，先有多啲機會㗎。理論上每張飛係可以有4次嘅抽籤機會㗎。第一次係2個月之前，跟住係7日之前、3日之前，同埋當日入場之後。哇！淨係記住呢啲日期已經頭都大，如果再去多幾日，仲唔煩上加煩？迷迷惘惘咁樣嚟到呢個生命公園，煙霧彌漫，好特別喎。呢度蒙蒙查查，將人同人之間嘅距離拉近咗喎。雖然預約嗰度棘棘地，但係我哋會繼續保持正能量，探索呢個大阪世博。
嘅場館，尤其係國家館，係唔需要預約㗎。我哋咧去完沙地呢個館之後咧，就去咗卡塔爾啦。跟住去埋好多互動嘅科威特館。呢幾個中東國家嘅國家館，既會講下國家嘅歷史，亦都會介紹下佢哋嘅產業政策，同時亦都能夠回應咗世博大會嘅主題。哦，係啊，今年大會嘅主題係設計未來社會嘅藍圖啊嘛。我哋見到好多場館嘅造型都好特別喎。有唔少場館咧，就有工作人員咧企喺門口嗰度咧，舉起寫住唔使預約嘅紙牌喎。雖然就唔使預約，但係都要排一段時間㗎。一般嚟講都起碼要半個鐘啦。呢個機械人館咧都舉起個紙牌喎，都想多啲人入去睇啦。嘣嚓嚓，嘣嚓嚓。我諗我哋排隊排得最耐嘅咧，就係瑞士館啦，等咗成個鐘啊！記得有一 part 咧，係叫我哋對住個圈圈講出對未來社會嘅願景喎。講完之後咧，嗰啲願景咧就會變成泡泡喺空中度飄下飄下。咁咪好似細路哥玩嘅肥皂泡咁。哈！有晚見到中國館外面唔係咁多人排隊喎，於是咪趁機走入去咯。嗱，有乜好介紹先？中國館嘅外牆係一個大型竹簡，佢哋用咗5款嘅字體，寫咗119句詩詞。入咗去中國館裏邊，我哋就會見到一個好大型嘅動畫。動畫上面介紹中國24個節氣。當我哋睇完呢個動畫之後，我哋就會發現中國人同大自然好和諧咁樣生活啦。行到去最上嘅一層，裏邊就有啲高科技嘅展示啦。裏邊有嫦娥5號同埋嫦娥6號由月球嘅正面同埋背面採得嘅月樣樣本。不過我哋呢啲門外漢都搞唔清楚兩種月樣有咩分別。總之係國寶嚟啦！其實好多人氣嘅國家館都有預約同埋即時排隊兩個選擇嘅，好似韓國啊、澳洲，咁即係話喺現場有2條隊龍咯喎。有得排隊，咁起碼冇咁掃興咯。呢度呢係韓國館啊，韓國館有3部分喎。佢哋實行流水式操作，全組人呢都要一齊行動㗎。一齊要由一個部分轉去另一個部分，所以要睇得好快嘅。跟住嗰部分呢，就大玩 K-pop 同埋韓劇嘅元素，再加啲科幻色彩，幾有娛樂性喎。呢度呢係美國館，排隊嘅人好有秩序咁打晒蛇餅喎。聽講英國館到咗夜晚，外牆就會變得好吸引㗎啦。啲樹好得意啊！我哋唔係真係去咗熱帶雨林啊！
海底世界好似真嘅一樣喎。咦，啲珊瑚咁七彩繽紛嘅，真係神奇啊！澳洲嘅土地面積好大，係世界上太陽能資源最豐富嘅國家之一。所以咧，追逐太陽呢個主題真係好貼切喎。去完世博之後，我留意到官網上面有一個地圖，將場館分為完全預約制、唔使預約同埋混合模式。如果之前有時間參考過，梗係清楚啲嘅。唉，又會咁嘅？我哋準時咁到達預約到嘅電力館，竟然要食閉門羹喎！原來我哋睇漏咗啊！電力館係要10分鐘之前到達㗎。諗住啊，挨下就得啦。細估唔到嗰啲負責人啊，企得好硬，真係唔俾我哋入喎。不過我哋原來因禍得福，去咗隔離嘅日本館。原來日本館係過咗晚上8點之後就可以開放俾冇預約嘅人㗎啦。我哋入到去培植微藻嘅空間，光暗嘅調教好有心思。Hello Kitty 咧就係愛嚟比喻微藻嘅多樣性，整體概念咧係展示微藻呢種水域生物成為新能源嘅可能性。呢個課題真係要好好研究下啦。不如又講下交通嘅問題啊！夢洲就係大阪舉行世博嘅會場。夢洲個名咁正，嗰日一去到車站咋，就已經好興奮啦！去世博就梗係最好搭地鐵啦，由大阪市中心搭中央線去到夢洲地鐵站落車，由呢個車站行去會場，其實好近嘅咋。係啊，住近 JR 沿線或者其他地鐵線都可以轉車去到中央線，一路搭到中站夢洲落車，都幾方便㗎。但係如果你喺機場已經攞咗架車，諗住除咗去世博之外，仲會去其他地方玩，例如京都啊、奈良咁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你架車可以擺喺邊度好呢？冇錯，世博官方有提供3個泊車地點㗎，但係佢哋嘅概念都係 park and ride。當你泊好咗架車之後，你係需要坐穿梭巴士先至可以入到會場㗎。咪係咯，泊低架車之後，仲要坐15至35分鐘嘅 shuttle bus 喎。唉，我哋諗最好都係睇下中央線近夢洲站附近有冇大型嘅停車場，最好係有封頂架嘅。我哋揾到一個站叫做招潮橋站。招潮橋站就係過咗呢條橋之後，兜翻落去路面就會到㗎啦。呢個停車場喺世博期間有個封頂價7000 yen，可以泊到晚上8點鐘。如果超過8點鐘至走，就每個鐘頭100 yen。呢個站相對於較近夢洲嘅2個站，揾到位嘅機會大啲，大家可以參考下㗎。跟住我就要講下我最拿手好戲啦，就係食。咁有乜高見啊？我認為咧，去世博其實就唔使帶自己嘅嘢食嘅，好多地方可以斟水㗎。如果你趕時間嘅話，可以買外賣㗎。今次世博似乎係一個美食博覽嚟嘅。
好多國家都有自己嘅餐廳。西班牙館咁你咪有西班牙嘢食咯，去到韓國館就會食到韓國嘢。咁當然如果你選擇去 food court，咁啊食翻 food court 嘅嘢咯。咦，我哋掛住食，一張相都冇影到喎，會唔會 hea 咗啲呢？響官網嗰度仲睇到好多國家館附設嘅美食餐廳，哇，成80幾間咁多喎！哇，今次係美食博覽，真係一啲都冇誇張喎。咦？呢度冇人逼逼喎，邊度嚟㗎？呢度係嗰個大型木建築東南面水池旁邊食嘢嘅地方，食完又可以睇下風景，唞下。咁靚嘅打卡位，真係要望多兩眼喎！呢個大圓圈下邊確實幾好行喎。不如上去大圓圈上面睇下啦。喺呢個大屋根木建築上面行一個圈，只係2公里，運動量可謂啱啱好。即使冇乜方向感，都唔會蕩失路啦。我哋喺東閘門行入嚟，順時針方向向南邊行。呢個位置可以居高臨下，睇到大圓圈之內有唔同嘅國家館，亦都有好多休息嘅地方喎。可以 mark 定先，一陣去睇喎。而家望到南邊半圓形嘅水池廣場，木嘅圓形建築喺水裏邊嘅倒影，俾人好寧靜嘅感覺。呢個角度都睇到好多國家館喎。水代表生命循環不息。呢個水池廣場中央嘅建築有啲似日本嘅神社喎。當你慢慢咁行，細心咁欣賞，你會欣賞到好多建築嘅心思。會場好多學生哥，氣氛好熱鬧喎。知佢哋陣間會唔會走去睇高達呢？有啲人話呢個大阪世博規模好大，行都行到腳仔軟。另外又有啲人覺得佢細喎，佢一日就夠啦。我哋呢就覺得佢啱啱好。睇完呢個係咁意嘅哈哈霸霸遊世博嘅報導之後，你係想親身去體驗見證一下，抑或已經係大滿足呢？歡迎你留言點讚，分享俾啲朋友仔。記住訂閱埋我哋嘅哈哈霸霸頻道啊 ，keep 住仲有好多精彩內容㗎。